老板来了，哎，那个分店的选址，您今天呀务必要去看一下。还有和福建客商的合同呢，比去年是有点小变化的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都已经标注好了。但是今天必须要寄出去。还有明年的这个新品，今天也要定下来了。还有明年的这个预算，咱们也要有个结果。对了，昨天我给你的那个报告，你怎么还没有返给我？已经24小时了，你可以现在给我。我能歇会儿吗？不能，我还希望今年收入翻番，这样我的薪水和分红才能拿得更多，我的食堂才能早日开起来。哎，或者你开店压榨我？文老板，有员工愿意压榨你，那是你的福气，你得感到珍惜。谁是楚少华？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不能乱闯！你们找谁啊？谁是楚少华？我是楚少华，怎么了？你就是楚少华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是这老板。把那女的给我抓起来！哎，你们凭什么抓人啊？那是妨碍公务，连你一块抓！等一下，你们凭什么抓人啊？支枪，让开！走开！别动啊！走！不用拖我，我跟你们走。你是不是告发了少华？哎呦，真是的，刚做的起跑。警察把少华抓走了，是不是因为你？没我的事儿。不是你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来，坐下，急呼呼的干啥呀？听我说正事。少华被抓真的跟你没关系？别少华，你老婆的事儿你到底关不关心啊？你有什么事儿？少周，我找到工作了，薪水是文氏大药房的5倍，而且老板还给了我一笔安家费。我们不用离开上海了，我们可以买大房子了，小宝可以留在上海上学了。你找什么工作？人家的公司在上海可是数1数2的大药材公司，而且呢，老板说了让我当经理。对了，他说如果你愿意去，他给你安排个好位置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不可能呢？你就说你老婆能不能干？能不能干？哎，周燕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把少华以前的事情拿去卖钱了？啊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我再问你一遍，是还是不是？不是你告诉我的吗？少华把陈二顺全家杀了，我又没撒谎。你这是把少华往死里坑啊！你没打我，你也敢打我是吗？楚少忠，我嫁给你没过一天好日子，要吃的没吃的，要喝的没喝的，我没嫌弃过你。你现在居然敢打我是吗？你就是欠打。我欠打，你才欠打！一个男人当不了官，发不了财，现在我能挣钱了，你居然还敢打我！你挣的都是什么钱？都是黑心钱！你还敢说你挣钱？嫌我黑心了啊！我给你生儿子的时候，你咋不嫌我黑心呢？我给你娘养老送终的时候，你咋不嫌我黑心呢？我伺候你洗衣服做饭，你咋不嫌我黑心呢？你攀上你妹了，你有钱了，你嫌我黑心？周燕，以前无论你怎么做什么事情，我都能让着你。但你现在这样害韶华，害我的亲妹妹，那真是天理不容。我楚韶忠如果再让着你，那真是对不起我楚家的祖宗了。你给我滚！楚少忠，你可别后悔。滚！
警察都还在调查，这些小报记者为了自己报纸的销量，擅自给少华定了罪，我们完全可以告他诽谤。告是最后一步，先搞清楚事情的原委。林律师，北洋政府的档案显示，当年华顺药铺的火灾现场一共发现了3具尸体，分别是陈二顺、陈母还有陈轩。这3个人其实都是在火灾发生之前就已经死亡，其中陈母和陈二顺死于刀伤，陈轩是窒息而亡。档案上有提到韶华吗？有，档案里面说楚小姐是被土匪掳走了，半路跳崖而亡，所以呢找不到尸骨。但是6年多前，三寿帮的那个匪首二秃子不是被抓了吗？根据二秃子的口供，他们当时的确是想把楚小姐抓走，但是中途出了岔子，所以韶华是被一匹金马带走了，下落不明。那陈母、陈二顺还有陈轩呢？这个二秃子的确承认啊，是他们抢劫并且烧毁了华顺药铺。为了报很多年前他们抢劫韶华夫妻不成，反而被韶华挟持的奇耻大辱，但他拒不承认这3个人是他杀的。但是当时这个巡警局啊，他们急于结案邀功，所以就把杀这3个人的帽子扣到了这个二秃子的头上。那这案子为什么又重启啊？据说是有人举报楚韶华才是当年陈氏灭门惨案背后的真凶，而且这个人愿意出庭作证。谁？我还没有打听到。你那有消息了吗？找了警局的熟人问了，都说是无可奉告。无可奉告，我看是欲加之罪吧。韶华的确杀了人。都还好吗？二妞应该已经跟你们说了，我8年前发生的事儿了吧？楚小姐，我不管8年前确切是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上了庭之后，你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认罪。如果法官追问你，你就说：“哎呀，时间过得太久了，已经记不得了。”总而言之啊，你把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，我有把握让你脱罪。刘律师，我不想用谎言为自己辩护，也不想再隐瞒。8年了，这事儿也该有个了结。你想怎么了解？我要在法庭上，当着所有的旁听和记者，说出真相，让法律来决定我该受什么样的惩罚。现在的事情没那么单纯。是陈文顺是该死，可是现在所有的卫道人士都把矛头指向你，再加上我们这一路走来得罪的人，结下的仇怨也不少，就怕有人想要借机生事。如果你要公开这案件的事实真相，那能够承受舆论所带来的后果吗？楚小姐，不是所有的记者他都追寻真相，有很多人他们只关心的是艳情、凶杀，也不是所有的公众心里都有正义感。有的人他要的只是谎言和八卦。从我们现在的庭审策略来看，土匪灭门的这个说法，从现在的风气，从你个人的声誉上来讲，是最好的了结。这个案件会重启，是因为警方那边找到了新的证人，估计就是当年的土匪。而一个土匪的证词是很容易在法庭上推翻的，只要我们坚持就是当年的土匪杀了陈家满门，那林律师就有把握帮助你在庭上当庭释法。你新的证人不是土匪，是周燕。周燕是谁？是我嫂子，可能她从我哥那儿听到了些什么吧。那这个事有点棘手啊。没事儿，这事我就这么决定了，你们不用管了，回去吧。韶华，至于接下来要面临的风暴或者不测，我都能承受。回去吧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做点周燕？对，做掉他，警方的所有指控就都可以撤销了。不行，
我们用这种手段做掉周燕，万一失手的话，反而让事情不可收拾。再说，少华想要公开事实，就是不想再带着秘密过生活。我们这么做，只是给他添了个包袱。你说的特别有道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总不能任由周亚就这么诬陷少华吧？别忘了，我们还有个楚朝中。这样吃够不够？够。你这净吃肉，不吃点青菜？我就喜欢吃肉。文老板，爹，你怎么才回来？要不是文老板给我买吃的，我要被饿死了。爹给你买饼去了。小宝，爹跟文叔有话要说，你出去玩一会儿。哦。少华被抓了，都怪我。周燕在哪？我能跟她聊聊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他都好几天没回来了。哎，文老板，少华不会有事吧？官府不会让他给陈二顺抵命吧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但警察有对他不利的证据。如果你能出庭作证，证明周燕在撒谎，也许能帮到你妹。其实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。之前你们不是说要回老家吗？少华替你们准备了一笔遣散费，这笔钱够你们回去做点小生意，买块地，还替小宝准备了一份，特别说明任何人都不准用，要给他读书学手艺的。原本是少华要亲手交给你的。我这辈子对我最好的人就是少华，可我最对不起的人也是少华。大哥，我能多问一句吗？少华对你们一家这么好，为什么周燕还要举报他？周燕她就是为了钱，她应该从警局领了一大笔赏金出来。可已经结案的案子，警察那不会悬赏的。可她就是突然变得有钱了，而且她还说，她现在在上海数一数二的药材公司当经理，可她根本就不懂业务，她怎么可能当经理呢？她的钱肯定是出卖少华得来的。大哥，如果你见到周燕，帮我劝劝她吧。文老板，不瞒你说，周燕这个人已经无药可救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在法庭上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都说出来，而且我还会跟法官说，周燕当时根本就不在场，她所说的一切都是她瞎编的。原来数一数二的药材公司是田氏药号。周二的钱是田大少给的。我还想这次警方办案效率怎么这么高，还把事闹那么大。田大少不奇怪啊。田大少可以收买周燕，我们也可以，只是看谁的价出的高而已。哎，少仲已经答应作证了，我觉得周燕不足为虑啊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怎么除掉田大少这干扰。交给我吧。钱少今晚还有些关系，徇私枉法做不到，秉公执法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要干嘛？田大少给了你多少钱？听不懂你说什么。你的头发是在小弄堂里烫的，旗袍穿的是去年的款式，包包、皮鞋都是二手的，手链是玻璃的，香水也不是进口货。田大少没给你多少钱吧？关你屁事儿！我看你这身行头啊，田大少最多给了你2000大洋，我给你4000，足够你买 Miss Photo 的口红、LV 的包、巴黎的香水和 Prada 的高跟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条件很简单，只要你在法庭上不要胡说八道就行。我已经得罪了楚少华，你让我再得罪田大少啊？
那我在上海还怎么待呀？只要韶华可以无罪释放，我再给你加2000大洋，足够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，甚至出国。康二妞，如果楚朝华像你这么大方，哪有后面的事儿，是吧？法庭上说话，过点脑子啊！穆子如之前不顾金先生的政治前途，接下买凶杀人的生意，就已经让金先生十分不满了。而这次又因为鸦片案得罪了财政部，他从中私吞了100多万。就算是金先生再大度，他也不可能再把他留下来了。更何况金先生本来也不是什么大度的人。现在南京政府的各部门都在想着捞钱，都在走私鸦片，互相攻坚。与其说穆子如是死在金先生手下，不如说他是死于这场内斗啊。这穆子如的手下也是功不可没呀。其实也要谢谢夏老板，是你先查出宋子文是幕后的主使，还提供了我们人手，我们才能执行这样的计划。哎呀，咱们都功不可没。来，找个合适的时间地点，把这批货销毁吧。销毁？为什么要销毁啊？运去东北不好吗？运去东北做什么？卖呀。卖？当药材卖吗？当什么卖不重要。该不会是卖给鸦片贩子吧？嘿，卖给谁也不重要吧？夏老板，你可不能那么做啊！为什么不能？18弹，这可都是钱呐！就为了这点钱就害国害民？这就像你说的，这点儿钱，这可不是一点钱，这是100多万，而且这批货本来就是国民政府采购的，它就是国民政府要大大方方卖给国民的啊！国民政府都能卖，我为什么不能卖？难道我还要跟钱过不去吗？啊，是吗，少华？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来吃菜。志秋，这儿。这有些钱是不能挣的。我倒是觉得，一个优秀的商人必须什么钱都挣。夏老板，如果你真把我当兄弟，这次听我的。志秋，什么事儿我都能听你的，但是钱这事儿，你还必须听我的。这计划是我们想出来的，也是我去执行的。这批货交给我们处理吧。志秋，刚才你也说了，这个计划没有我是实施不了的，所以我也有一份吧。行，那这样吧，你的那份我折成钱还给你。那这样，你那份儿我卖了货多分你1成。夏老板，你这么说我们就很难当兄弟了。志秋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抱歉了，货已经装船了。我先走了。志秋，这是怎么了？以前不这样啊？啊？少华，哎，怪我啊，没跟你们商量一下。这次算我的失误，下不为例，好吗？大哥，我们做药铺生意的，是治病救人，而这鸦片，伤人害人之物，并且如果用鸦片来牟利的话，是有违我们的本心的。是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开药铺要治病救人，但开药铺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挣钱呐。你不挣钱，
也是违背初心的，对不对？而且退一万步讲，这些吸食鸦片的人，都是无药可救、死不足惜的。如果夏初还在的话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劝你？好了，少华，不说这些，不说这些。那个，什么时候来聚景堂报道啊？我考虑好了，夏老板，我还是会留在温氏大药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和温之秋在一起更合拍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也有点急事儿，要赶紧先去忙，就先走一步了。少华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你的好，谢谢。周燕，哎，来签这就可以了。哦。哎，这个可不能看。你的。来后面的。签这儿。哎。哎，回来了。哟，怎么了？这是这么多肉？今天不是发薪水了吗？哎，你领了多少20个大洋。你领了20，我领了32，咱们俩加起来都超过50了，那还不得吃点好的庆祝一下？什么好庆祝的呀？我跟你说啊，少忠，我可是看见了，高经理、小潘，对了，还有那个童老头，他们都50、60的领。哎呀，你看看这多好啊！咱们不跟人家比啊。为什么不比？论亲疏，论资历，咱比谁差了？凭什么少拿这么多呀？哎，你要这么想啊，跟北平比起来，咱们现在过的日子那是神仙日子，不是吗？那明明还可以过得更好的。好，好，好，以后会更好的啊。哎，小宝呢？这都几点了？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是不是又被学校给留下了？没事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哎，哟，哎，你找什么呢？等了，老子要杀人！楚小宝，你胡说什么呢你？你杀谁？刘也航、郑丽萍，那不是你校长和老师吗？对呀，他们敢开除我，老子要杀他们！你说什么呀？啊？他凭什么开除你？哎，小宝，都给我放下！你就别再给我惹事儿了！哎，朱总，你是不是在学校跟人打架了？啊？呸！你敢吐我唾沫，反了你了啊！娘，在学校他们都欺负我。朱经理，文老板说陈辉马上要出去留学了，所有费用从公账上出。不用了，陈辉的留学费用我已经都给他准备好了。来，另外还有件事儿，不能耽误，您看一眼。好。我来处理吧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找我有事啊？妹，一个让我请你去家里吃顿饭。你看我们不是到上海来了吗？能够留下来，全凭你的帮衬。一直说想要谢谢你，但是这不是店里的事儿多，没倒出时间来吗？今天你哥空了，说让我来请你。哎呀，妹，你就别推辞了，好吧？哦，行，好啊，那要不就今天晚上？好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那我回去准备了啊，晚上见。
都好吗？就那样。不过生意还是很让人欣慰的。春江花月因为韶华出了几个主意，有起色了。听说你们恢复从前了，挺好的。你呢？我怎么了？还是单身吗？二妞，我们不适合啊。你想什么呢，文之秋？我二妞再缺，我也不能找朋友的男人啊。我是想问你，要不要继续把韶华追回来？算了吧。为什么算了？你不爱他了？夏初已经不在了。就是因为他不在了。嘿，文之秋，你跟我认识的那些男人还真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你太绅士了。你说以前有人在你前面挡着，你往后退，现在没人了，你怎么还退啊？我就跟你直说吧，韶华现在状态不好，我很担心她。他怎么了？你看，你还是很在意她。她现在看起来很正常，但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眼里没光了，也完全没有以前那个劲儿了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在意她的话，咱们就一起努力，把以前的韶华找回来。小宝，一会儿姑姑来了，你跟姑姑要说什么话，记住了吗？姑姑，我每次看见你都觉得你比我娘还亲。还有呢？姑姑，我给你当儿子好不好？将来我一定孝顺你。记住了啊，就这么说。我觉得你啊，就别白费心思了。韶华要想要个儿子的话，人家自己不会生一个吗？他那孤寡的命，生得出儿子吗？说什么话呢？小宝，不许偷吃！你给我放下！你听没听见？嘿，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，没长眼啊！哎，你怎么跟姑姑说话呢？怎么跟姑姑说话的？韶华，怎么跟姑姑说话的？来，你给我坐下。行了，别闹了，韶华都来了。哎，韶华，妹，你快坐啊！来，坐。我坐下。这么大一块掉地上。好久不见，小宝又长个儿了。嗨，长个不长心。妹啊，这个房子太小啊，有点太挤了。小宝，你不说想姑姑的吗？姑姑来了。姑姑，我每次看到你，总觉得你比我娘还亲。是吗？是啊，成天就念着想姑姑，想姑姑，姑姑肯定也想他，是吧，小宝？姑姑，我当你儿子好不好？将来我一定孝顺你。看这孩子还想给姑姑当儿子，不要娘啦？小宝，你如果想当我的儿子的话，那以后你门门功课都给考100分，而且还给品学兼优，你做得到吗？啊？那还是算了吧。小宝，你没听见吗？门门功课100分，我还活不活呀？嘿，你怎么说话的呢？怎么就不能100分？哎，好了，小宝，韶华好不容易来家里吃顿饭，别说那些有的没的。这小兔崽子！韶华，来吃菜。大哥，你多吃点吧啊！我看你最近都瘦了，是吗？哎呀，是啊，妹，你看你哥都瘦了，他在店里啊干活是最多最累的，拿的薪水是最低的。哎，不低。薪水和工作量还有业绩是挂钩的，大哥干多少拿多少，应该还好吧？还好，哎呀，妹，这是你亲哥哥，你就给照顾着点呗。在生活上呢，我是可以照顾大哥的，但是在工作上，如果坏了药铺的规矩的话，那是要出大问题的。哎，啊，对啊，你刚才说到生活了，妹啊，我跟你说，小宝让学校给开除了。为什么？你说男孩子嘛，好一点，打个架，那肯定是难免磕着碰着了，好吗？这校长不依不饶的，不让小宝给念了。韶华，能不能你跟学校那边说一说，再给小宝一次机会？这个，哎呀，妹，咱不求他了，咱们转学。我觉得那个圣方济挺好的，咱们上那儿念。圣方济的学费，你知道1年要多少钱吗？
那再贵也贵不过出国留学吧？其实不管是圣风季还是出国留学，只要是小宝的成绩够的话，我都是支持的。不过我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也是不想继续读书了吧？我现在头疼的就是这件事情，他就是不爱读书，感觉不是读书的料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还不如去学门手艺算了，也是个出路啊。那钱怎么办呢？什么钱？小宝读圣方剂的钱呀，还有出国留学的钱呀，那不得都给小宝啊？不是，不读了还给什么钱啊？那不读书了，咱们拿这笔钱给小宝置办点产业不好吗？你醒了？我这是在医院。你昏倒了，我们就把你送过来。慢点。今天是几号呀？14号了。哎呦，哎，你干嘛呀？还有2天就要婚礼了，很多事儿还没落实呢。韶华啊，夏初，我知道。他在忙呢，我跟他商量好了，那婚礼的事呢就交给我，他只需要出席就行啊。哎呀，哎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他已经守了你1天1夜了。你很闲啊？文氏大药房你不管了？喂，大华饭店吗？对。我是16号举办婚礼的楚朝华，我现在想再加2桌酒菜，可以吗？好的，谢谢啊。喂，鲜花店吗？啊，我是楚朝华，我想跟你们确认一下，我婚礼的鲜花准备好了没有？哦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好了。你真的很闲是不是？你要是闲的话，就帮我去取喜饼吧，在采芝斋。韶华，没有婚礼了。哎，二娘，我这改圈的戒指也该取了，要不你陪我去一趟吧？啊，走。他这是怎么了呀？你要去哪？我要去找夏春。他死了。胡说！他中了2枪，胸口就3枪。不，他也在大华饭店等着我呢。我们所有人都见过他的尸体，包括你。今天是我和夏春打死你的日子。今天是他下葬的日子。放开！仪式马上就要到了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。如果我现在不去的话，就来不及了。夏春，夏春！住手！你清醒点，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。你太令我失望。之前的你不管遇到任何的挫折都不会倒下，你明明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可是你选择做一个懦夫，做一个胆小鬼，你选择逃避。你就是一个懦夫。不是，我不是。那你就面对现实。夏初死了。夏初死了。加油！
我找到杀害下属的凶手了。是谁？穆子如，他死定了。今天想吃什么呀？呀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怎么这么浪漫？我哪天不浪漫了？喏，火炉蒜，喜欢吗？你发财了？难道就不能既发财又升官呀？这要带出门了，他们的眼睛都得被闪瞎。啊、天哪！我太爱你了，王默。要是爱我，就嫁给我。你这是在跟我求婚吗？你看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好几年了，我这个年龄早该成个家了，而且我师傅马上就要改行，我以后再也不用打打杀杀的了。我只想和你一起好好过日子，嫁给我吧。韶华，你看，韶华，你干嘛呀？楚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别杀了小楚！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别装了，陆队长。是谁造的谣？谁？韶华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升的职，又是怎么拿到的一大笔奖金？是谁告诉你的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别开枪！误会。夏楚死了，是枪走火了。我发誓，我没想开枪的。他身上5个弹孔，全都是走火吗？当时场面太乱了，枪声一响都在开枪，谁是谁根本就不清楚。真的是你？我当时在执行任务，我发誓，我不是冲着夏初去的，而且名单上根本就没有夏初的名字，是他自己突然出现在那儿。是你开的枪！当时有人在喊，有人拒捕，我就稀里糊涂的开了枪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人就是夏初。你连开了3枪，他都已经倒地了，你还补上2枪。真的是你杀了夏初？韶华，我当时真的是昏了头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做了什么，我现在也很后悔。韶华，后悔？陆队长，你在庆功宴上可说的是，如果知道杀共党这么来钱，你愿意多杀几个？我知道，我现在叫什么都没用了，请你看在你和二舅的情分上，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。曹家，你随便讲，只要我穆子如能做到的，我绝对去做。别扯上我们姐妹，你要谈条件也可以，你去找家叔谈，如果他能原谅你，我没有意见。不要，二舅，让开！不要开枪，让开！家叔死了，我要替家叔报仇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求你，不要开枪！走。啊！把枪放下！这个臭女人差点杀了我！我让你把枪放下！出去！穆子如，你要是敢开枪，我保证你下半辈子再也见不到我。你，安宁，哎，都在这儿。文之秋，老穆，不是我说你太没风度了，拿枪对着女人呢，真是。别动！大哥，
还有你儿女啊，枪不是这么玩的啊！慢点。这没你的事儿，快走。我们不是约好看一场电影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能走的吗？行，那就都别走了。你可以走，但是他不行。那不行，这电影票买了2张，他不跟我走，你跟我看。走了，亲爱的，看电影了。走。妈的，主任！我跟韶华从小到大过命的姐妹，为了你这么个男人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我以后一定会加倍还你。吴子如，咱们俩没有以后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今天我救你一命，算我还了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感激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各走各的路。为什么？你杀了夏初，我如果再跟你在一起，就太对不起韶华。你居然为了一个不相干的男人要跟我分手？你不知道，夏初对于韶华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从今往后，你不许去找韶华，更不能动他一根汗毛。就算我不动他，他也不会放过我。一次就多付。强豪，你怎么知道我拿了你的枪？有我家钥匙，知道我枪藏哪了，也没别人了。对不起。不是我说你在想什么啊？不是让我去跟王国栋同归于尽，你现在来找穆子如抓他陪葬啊？脑子呢？我只是想给夏初报仇。那用这方法？你的精明呢？判断呢？还运筹帷幄。